是最后的曲子了。啊，老彭，哎，老陈又休闲呢。是，你说你这鞋都烂成那样了，叫花子都不穿，能了吧？哪有你说这么邪乎？钉个掌还能穿啊？缴获了一大批军鞋啊，我让人给你送2双过去，还有皮鞋呢。还有皮鞋。刚缓过劲儿，别太浪费，以后路还长快呢。点儿，快点儿！主席都等着急了，你懂吗？走，懂了，快！老毛，我给你送鸡汤来了，来，赶紧吃。我正要找你呢。先坐，先坐。来来，我们有家了啊！来，你看，在这儿，韩据陕北者，为西北红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旗下尚有14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甚多。现在的陕北和民国20年的江西很相像。太好了，我们在陕北有红军，有苏区了。这白局的报纸啊，也算是立了大功了。我们现在啊，要尽快了解陕北的情况，和那边的同志呢取得联系，尽快向陕北进军。这个刘志丹啊，是黄埔的同学，我记得他。我们啊，行军1000万里，终于在陕北找到了战略支点。没想到啊，早在黄埔就已经埋线千里了。这个蒋介石肯定想象不到啊，他为自己也培养了胡宗南、宋希濂，可为我们呢，也培养了林彪、刘志丹，还有陈赓、左权、张宗逊、宋时轮等等等等。这笔生意，老蒋可赔喽。报考黄埔的，大多是有志青年，有些跟着蒋介石呢走上了邪路，令人痛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幡然醒悟，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赶紧喝了它。好，报告。好，程武啊，快来快来！哎，毛主席、周副主席，这个就是红四团2营的张仁初。任初同志，主席好。你能拿下天险辣子口，功劳很大呀。哪里，都是党中央啊，战略方针制定的好，团长和政委指挥的好。我张仁初啊，算不得什么。你能把党中央放在心里的第1位，很难得呀。主席，我是党员，当然得听党中央的话。两京会师以来啊，闹了一些矛盾。现在张国焘南下，我们北上，你有没有别的想法？别的想法？什么想法？绝对没有。我张仁初和294团，不，我张仁初和2营全体官兵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北上抗日。你也觉得北上抗日很重要？主席，您讲过，聂政委也讲过，说咱们万里远征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北上抗日。老蒋坏，日本鬼子更坏，他们要让我们亡国，要让我们亡族灭种，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得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好啊，在抗日的大局面前，一切的争论都可以暂时停下来。来，我们离陕北还有700多里地，要迅速北上，那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好啊。中央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对，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和逃跑路线，拥护哪家进攻路线？拥护哪家进攻路线？拥护张总政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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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司令，你讲讲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是北上还是南下呀？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如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3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候，应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
我是举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啊。抗日救国没有错，但北上是之后的事情。我们要先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批判逃跑主义的错误。总司令啊，我听说一些消息，老毛对你也曾经……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就在一起，为了革命大业，敞开心胸，坦诚相见。我是完全相信毛泽东同志的。都说诛毛，我怎么能反对毛泽东呢？毛主北上，那就是逃跑。对，是逃跑。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毛泽东。你们即便是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关系。老右倾，反对老右倾，反对老右倾，反对老右倾！干什么？不是在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总司令？你把党的会议说成了审案子，也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对呀，你走啊！你现在走啊！你们是什么？一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坐下。同志们，中央派我到这儿来工作，如果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着你们走了。你又赞成北上，又说要跟我们南下，你就是两面派、骑墙派，你不配当我们总司令。对，两面派，你根本不配当我们总司令。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这个总司令，我永远承认你们是红军，是同志。同志们，都坐下。坐下。同志们，毛泽东的错误犯得很严重，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犯的错误也不轻，他们要葬送中国革命，他们要葬送中国红军，这件事情我们绝不答应。对，我们绝不答应，绝不答应。四方面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英雄的队伍，更是一支有觉悟的队伍。我们要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上当受骗了，总司令也被骗了，但是他还是我们的总司令，对不对？同志们，我一直在跟你们讲，共产党人要有胸怀。我愿意帮助周总司令，你们更应该帮助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让他们走回正道。那些经过了斗争和教育仍不愿意转变的分子，他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我是总政委，我言出必行。反对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战败逃跑路线，打倒逃跑主义。老总啊，你是真能忍呐！忍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心中有大局，就不怕这把刀。丧气啊，真丧气！张国焘太猖狂了，你是没有看到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有多狼狈。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手头上有8万人枪，自以为壮得很，可是他哪里知道，走正确道路才有发展，捞旁门是要受惩罚的。总司令，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大不了咱们拉上自己的队伍，跟他们干一仗吧。不要乱说话，你晓得什么呀？现在有人巴不得我们火拼，这样就被他们抓住了理儿。现在谁先动手，谁就被动。是，
这个道理我明白。哎呀，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顾长，一定要忍，慢慢的去做工作，等四方面军的同志觉悟，没有旁的法子。这些我都看到了，四方面军干部也不都糊涂，我看有好多人也没跟着挥拳头、大喊大叫。几十万大兵压境，自己人搞起来，叫亲者痛，仇者快。不能制造矛盾，团结大部分同志。南下我们是要去的，险山恶水一场硬仗。明白。一股赤匪已经进入甘肃，正在加速北开；另一股赤匪转而南下，兵分数路，主动与我接战，打掉了不少川军，局势有些奇怪。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嘛？南北呼应，声东击西。好在我们在这两个方向都有极大的兵力优势，打就打嘛。川军将领纷纷请战，打到他们老家了，自然坐不住，让他们去打。进入陕甘的赤匪，作战极为骁勇。胡宗南几次来电求援，他是真扛不住了。哎呀，这个西北，这样吧，让东北军开赴陕甘，命令张学良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司令的职权。10几万的东北军啊，剿灭赤匪，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剿不灭，则更妙啊！现在西北军在陕北的，只有杨虎城这一支，跟东北军不是一路。2逃杀3士，西北的局势越是糜烂，对中央的大局越是有利。司令，张书记，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同志们，张书记，哎，你们俩这次把队伍带来，真的是首功一件。主要是徐总指挥带兵有方，一路上解决了不少问题。昌浩，向前！只要有你们2位在，这次南下作战，我是胜券在握呀！终于要南下了，打到成都，是大米。赤化全川，进而席卷大西南，从此让中国的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制造分裂，成立所谓中央，率部南下，向实力雄厚的敌人发动进攻，很快遭遇严重损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大家啥仗？就是，老家都让鬼子站，不往回打，在这嘎吓着。
长官，你放我回东北城不？俺不想当亡国奴。快走，后面跟上。中央来信了，向咱们商借2000大洋，怎么办？还有多少家底呢？7000上下，还有些黄金。中央万里远征，走累了脱手，还能开口向咱们小部队要钱，还说借，不能不给。好，我这就准备2000，起码送过去。不是2000，送5000，剩下的2000，只要中央开口，也都送过去。这样做啊，对。我叫下边把手里的黄金也拢起来，帮中央过难关。我们管徐海东、程子华借了2000亿元，可是他们呢给了我们5000，而且啊还要把黄金都给我们，难得呀。红十五军团的领导有大局观，有水平，是很好的同志。主席啊，我这有个不好的消息。怎么了？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登基为同志，被那些极左压了起来，吃了不少苦。胡闹！马上放出来，全都放出来！我们不能再让肃反的惨剧再次上演了。哎呀，哎，这不是刘司令吗？刘司令，啊！乡亲们，刘司令被放出来了！乡亲们，刘司令回来了！自打，父老乡亲们，我刘志丹自由了。自打，当初他们把你骗回来，现在这又要把你领到哪去呀？党中央到了陕北啊，就不走了。我叫周恩来，我是代表党中央来解放刘志丹的，把他还给你们，还给中国革命。好，哎，周恩来不是磨了吗？乡亲们，对呀，周恩来不是磨了吗？是啊，反动派盼着我磨了，盼着所有苏区的居民都磨了。事实证明，我不是还在喘气儿吗？不是还能跟大家讲笑话吗？是呀，乡亲们，周副主席是我的老师，是他给了我自由。你就是周恩来啊！那个报上不是选一场你的人头值好几万大洋的吗？啊！反动派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啊，大洋也买不到。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军队。我们不要大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一个新的中国。好，新中国。好。老毛，老毛，快，快，跟我来！怎么了？哎呀，朋友到了，快点来吧！快，什么朋友啊？哎呀，去了你就知道了。来，谁呀？神秘秘密的。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建强，建强，哎，来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志，这位就是毛泽东同志。你好，毛泽东同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张浩同志，一路上辛苦了。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心货。共产国际了解了你们经历的一切，做出了新的指示。老毛，对你的评价很高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好，我们尽快开会，传达国际的新精神。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
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为了遏阻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平原，总计20多万川军集结于名山重镇百丈关，与红四方面军决一死战。双方激战18个昼夜，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有8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被迫后撤。张国焘的南下行动在实践中彻底失败。百丈关一战，大败赤匪，歼敌无数，遗失数万。此一仗可以和湘江之战相媲美。各位将领，你们辛苦了。赤匪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仅进不了成都，就连川西北也待不住了。柏林，你率领中央大军，协调好川中各军，奋起直追，一定要把张国焘赶出四川。是。初时发展顺利，可到了百丈关，川军上来将近100个团，还有中央军相助。这仗没法打。你们已经尽力了，部队减员多少？现在跟回来的还不到1半，损失这么严重？正在加紧收入，还能隆起一些，但也不会太多。他们向前。胜败乃兵家常事，作战实力，总结经验教训，接着考嘛。把头抬起来。这头，我是真的抬不起来呀。我朱德这辈子也遇到过许多失败，抬起头向前看。当领导的不低头，士兵们就不会丧气。白长官消灭了几个敌人呢？3个，扛4刀挑死1个。你就是那个神枪手啊？好样的，战斗英雄啊！我们要给你请功。全连就剩这么点人了，请什么功？前几年我在四川搞卢顺起义，失败了。你猜猜看，我们那一路人马最后跑出来几个？几个？1个，就我1个。闯出四川，到南昌搞暴动，重举义旗，一直战斗到现在。参谋长，你为啥不丧气？革命的信念要坚定，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能灰心。你要是灰心了，那反动派就真的赢了。现在我们还有上万兵马，毛主席的队伍已经到了陕北，南边还有贺龙的红军，拢起来再打吗？对。同志们，把头抬起来！毛主席曾经讲过，
想要闯出一条路，只有这刘伯承又在卖狗皮膏药，拉拢徐向前。靠革命的勇气，我都看在眼里战了。斗的决心。不能让他们蛊惑人心呐！不是属人脑，是在绝境中不失勇气，在艰难中保持正气。只要我们胸怀梦想，就可以向着光荣继续前进。别立中央，妨碍统一，突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力。此间对兄错误，未做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置。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另立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其三思为行。张闻天。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自1935年秋，蒋介石严令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甘，与杨虎城西北军17路军共同围剿红军。在红军的有力打击下，张学良、杨虎城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广大爱国官兵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愈发强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痛定思痛，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崂山设了一个何立中，直罗镇又走了一个牛元峰，上万老兵，都是大帅精心培养出来的。东北的精锐就这么没了。红军不好惹，陕北的刘志丹、玉鄂皖的徐海东，都和咱们交手过，够得上是两条蛟龙。现在又添上从南方来的大股红军主力，这仗就更难打。我倒要看看这些红军是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你要亲自上前线吗？我要走得比这更远一些。那您的意思是？王以哲、董应斌、周富成，精兵强将都派上了前线，但是这仗不能再打了。我们要做正事，做大事。赵帅，我和弟兄们听凭您的派遣。走正道，公声明，记住这句话。为了东北军，为了中国，我已下定决心，不为此生。请您示下。现在弟兄们大多也都不在身边，也没个说话的人。但是又何必需要说话呢？我们心里彼此都是明白的。郑操，告诉万一，告诉傅成，控制好他们的部队，有用到你们的时候。是。张将军，红军和东北军原本是不会碰面的，如今我们都被逼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是谁逼迫我们刀兵相见，手足相残，令亲者痛，仇者快呢？这个答案，我想是不言自明的。那如果
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的话，我们该怎么对待蒋介石呢？我们原来的主张是反蒋抗日，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尤其是9·28事变以后，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但是，在如今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愿闻其详。其实，我们的主张只有8个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果要再加几个字的话，那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将军，我们曾经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但是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中国，苦难的中国，100年积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得我们好苦啊！要救中国，就要有道路。今天，我们站在一起，明天，我们开创未来。周先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抗日的力量加强。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还有政治和经济上，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不能把他的集团争取过来，损失很大；如果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是有好处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的这个态度是很难改变的。你放心，失去东北是学良一生的奇耻大辱。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这样吧，我回去先求蒋抗日。我相信总司令的态度未必不会有松动。红军愿意和全国所有的军队一起并肩打回东北去。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东北可以算是我们共同的老家。周先生，我结交了一位真正的好朋友。你的身上有一股力量，让你我的力量结合起来，一同为中国的未来找出路吧。我们的力量来自于这片土地，来自于人民。我们和人民一起站在这片土地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中共中央不断要求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不能无视中央北上适应形势的发展，并打开中国革命的广阔前途的事实。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予坚决的击破之外，是绝不会改变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4万5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统治着整个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还行吧？走走好多了。这骑马呀，不能老骑，时不常的走一走。同志们，加一把油啊！杆子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哎，其实啊，从敌人的报纸啊和这个缴获的电文上来看，中央跟老张有矛盾。你从中央来，你给断断这个是非曲直。这个啊，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轻易做判断。但是咱们毕竟是党的队伍，肯定是听党中央的指挥啊。我同意。哪个跟着党中央走，老子就支持他；哪个敢反对党中央，我就跟他坚决斗争到底。现在看来啊，老毛的很多观点是对的。那个，你跟他也闹过，这次见面怎么讲话呀？实事求是呗。啊，个人的面子放在一边，对的坚持，错的检讨，磊落、坦荡。必是，共产党人都像你这样，不愁大业不成。啊！最近这几封电报，北方的口气是缓和了很多。我想，应该是张浩起到了作用。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态度。老毛他们总是要听莫斯科的话。南下啊，这条路，看来我们是走不通。北上，我们也没有说过不北上，时机合适的时候，北上。到了陕甘，大家还是要比实力的。贺龙和任弼时的26军团马上就要到，只要把他们牢牢攥在手里，对掌控大局还是很有利的。他们会听话吗？那就看你怎么谈了。这样，明天给我用最高的礼仪迎接贺龙、任弼时。是，诸多留不成的。我一向还是很爱戴他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余地还是要留的。哎呦呵，郭司令啊，又见面了啊！弼时，同志们，我跟国焘的感情那不是一般的事情。每当中国革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总会碰面的。哎，你们很熟吗？那当然呀！27年在武汉，我申请入党，国焘拒绝了我。这政治官把的严吧？后来在南昌来搞起义，我是总指挥，国焘专门从武汉赶过来，不许我们动手。这军事官把的严吧？去南昌，当时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身不由己啊。要说这没让你入党啊，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哎呦，我说的可是心里话。自从你批评了我之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和这个军阀作风隔席，听人劝，吃饱饭吧。26军团单独长征，打遍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兵力越打越多，很了不起啊！1万来人不算多，比起4方面军差远了。我们也是刚刚打了败仗，那不算事儿。兵败朝善，我不还一个人回到湘西，照样拉起一支队伍。只要咱们听党中央的话，困难都是暂时的。我听说，这26军全听你贺司令的。哎呦，千万别这么说，我贺龙也得听任政委的，听党的。好啊，那我们尽快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